Hello，大家好。最近加拿大又迎来了第三波疫情大爆发。事实证明，加拿大越急着重启经济，离经济重启就越遥远。由于总是过早放松防疫措施，又太迟收紧防疫措施，最终导致加拿大的疫情就像悠悠球一样，不断回到原点。最近，加拿大6大银行纷纷指责加拿大央行。他们认为加拿大央行在房产泡沫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蒙特利尔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罗伯特·卡维奇认为，加拿大房产市场正在从一个炙手可热的市场转变为一个摧毁经济的市场，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加拿大央行长期低利率的承诺。这一承诺是央行在安抚房产市场的努力中做出的。它引发了再不上车就永远都上不了车的恐慌性购房狂潮。枫叶银行经济学家德里克·霍尔特认为，加拿大央行应该为房价暴涨负一定责任。他说：“我不会指责央行现有基准利率基本为零的政策，因为我们仍有60万失业者，而且我们的通货膨胀率仍低于目标。但央行继续指导负债累累的加拿大人疯狂地购买房屋。”而这一切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借贷成本在未来几年内不会增加。在这一点上，央行必须负责。加拿大央行多次表示，他们会把基准利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直到2023年。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低借贷成本支持加拿大的房产市场，这引发了房价暴涨和史上最高的全民负债率。尽管利率仍处于低谷，但有迹象表明，抵押贷款成本已经开始上升。这主要是因为5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支撑了5年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上涨。霍尔特说，债券收益率的上涨可能减轻加拿大央行的压力，并可能使央行早于预期加息。但对于加拿大央行而言，向加拿大人发出信号，表明加息可能早于最初预期非常重要。而且加拿大央行也很可能会提前加息，以缓和市场。蒙特利尔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罗伯特·卡维奇指责加拿大央行火上浇油。他说，央行让购房者陷入了一场措施恐惧症驱动的购房狂欢。虽然住房需求激增是疫情引发的，但是央行的低利率承诺点燃了让市场爆炸的导火索。央行长期低利率预期让房产市场恐慌，成为一个不计后果的市场。因为预期房价不断上涨，并且担心错过，购房者现在正在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买房。一提到房价，政府就会说增加供应，供应问题确实存在，不过这并不是这次房价疯涨的根本原因。增加供应，这是短期能解决的问题吗？当然不是。与正常情况相比，疫情期间，加拿大房产市场始终有大量库存流入市场。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房产市场库存不足，但新房上市的速度比正常情况还要快10%到15%。那什么才是房价上涨的原因呢？房产投资最大的风险是政策风险。如果央行把长期低利率政策告诉你了，这就像打牌的时候，对手告诉你自己手里的牌是什么一样。看到底牌的赌徒会做什么？当然是押上全部身家。现在问题来了，央行告诉你的底牌很可能是错误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加拿大央行制造了房产市场的措施恐惧症，推动了房产市场的过度需求。经济学人发现，由于加拿大央行创造了房产市场的措施恐惧症，温哥华和卡尔加里的房屋销售比疫情前的水平还要高出60%。在收入不涨的前提下，房价的上涨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况且，加拿大目前又迎来了第三波疫情大爆发，而且这一波凶猛程度远超前2波。这意味着加拿大可能再次迎来经济衰退和失业潮。看看写字楼的空置率就知道了。商业地产公司世邦魏理仕表示，由于近几个月来多伦多、温哥华和蒙特利尔的空置率不断上升，加拿大的市区写字楼空置率已经连续4个季度上升，达到14.3%，远高于2020年同期的9.3%。
今年第一季度，蒙特利尔市区的写字楼空置率达到了 10.6%， 多伦多市区的写字楼空置率达到了 9.1%， 温哥华市区写字楼的空置率达到了 6.2%， 埃德蒙顿和哈利法克斯的市区写字楼空置率高达 19% 以上。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对房价未来的前景有很大的分歧，40%的受访者预计房价继续上涨，39%的受访者预计房价会下跌，21%的受访者预计房价保持不变。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范围内的利率下降导致了房价飙升。这种说法可能大多数人都认可，但是提高利率让房价变得容易负担，很多人认为这种说法不靠谱，甚至很多人认为这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较高的利率会带来货币升值、投资下滑和出口崩溃，还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减少、失业率居高不下，甚至是通货紧缩。因此，仅让加拿大央行来背这个黑锅，显然是不现实的。比如，最近新西兰政府要求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对住房的影响。新西兰央行坚决反对，因为抑制房产市场泡沫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因此，新西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为房产市场降温的政策，比如提高了资本利得税的标准，废除房贷利息可以抵税的政策等等。这些政策大大减少了房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反观加拿大，到目前为止，加拿大政府没有任何作为。房产泡沫问题，央行当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是一味的指责央行没有意义。加拿大政府的吃相远比央行更丑陋。事实已经证明，一味的刺激房产市场挽救不了加拿大的经济。随着民怨越来越大，离419也越来越近了。加拿大政府究竟是否会推出房产市场降温政策，让我们拭目以待。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